来到了法国的第一个景点了，这边是坎城。那刚刚那边就是我们今天车泊的地方，离海滩非常的近。看一下这边是这种黄白色的沙滩，这个沙子非常的细，感觉这边的海跟克罗埃西亚的时候有点相似，它是像这种比较没有什么海浪的。之前在爱琴海、西西里岛、土耳其还是希腊的时候，这个浪真的是超大，在那边是比较适合冲浪。那这边的海看起来是蛮舒服的，而且是可以游泳。如果也是夏天来的话，这边陆地还有可以淋浴的地方。那这个车泊点非常的棒。我们从停车场走出来，这个海滩不到1分钟就可以到了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饮水系统，可以在这边补给我们的水源。那在那一边呢，也有公共厕所，算是机能非常好的一个地方。那现在就带大家前往坎城的这个城市。坎城这边呢，它的地理位置是在法国的东南方的一个小城。那在早期的坎城，一直以来都是以小渔村为住居，一直到了19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后，才开始渐渐的被重视了这个地方。因为这个地方靠近地中海，是地中海型气候，比较温暖一点，吸引了大量的北方的贵族来这边发展。那一直到现在，坎城已经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城市了。看一下他们这边的游艇业是非常的惊人，港口停着满满的游艇，各国的游艇都会在这边停泊。这个也是现在坎城主要的一个发展重心。在坎城这边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发展，就是在这里也是一个潜水圣地。那台船看起来有没有像海盗船的感觉呢？有点简陋一点，跟旁边的这些豪华的游艇比起来，就差蛮多的。另外一个呢，著名的坎城影展也是在这边举办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快要接近到坎城的市中心了，就在这个港湾这边。一路我们沿着港湾这边走过来呢，会来到了公车总站，这边有一幅壁画，看起来是蛮有名的。在壁画的斜前方这一间这种古老的建筑，这间就是坎城的市政厅。可惜呢，它现在前方雕像还有它的门面正在维修中，没有办法拍给大家看。那在坎城的这里就是他们的主要的街区了，算是老城区的地方了。在法国靠近地中海这边的建筑呢，全部都是像这样五颜六色的，跟我们在意大利还是希腊的时候看到的地中海建筑比较不一样。在那边比较偏向是单一色土黄色，那在这一带的全部就都是这种五颜六色的美丽的建筑。从市政厅那边走进来呢，这里有一个是坎城的传统市集，我们也来看一下法国这边当地的物价吧。哇，这个新鲜果汁，他们都是这样装在瓶子里面，一罐一罐贩卖的。1公斤2.9欧元。那番薯呢，1公斤要3.9。节瓜1公斤3块。哇，像这个蛋，这样6颗就要2.8欧元了。马铃薯1公斤要1.8欧元。看起来南法这边的物价已经比整个意大利都还要高了，甚至是比北意还要高。红椒5.8，茄子4.8，柠檬3.8，奇异果5.8。通常这种生菜就都会蛮贵的，他们是100克就要1欧元了。这种青菜类比较轻一点，他们是以100克做计算的。橘子3.8欧元，
有人也喜欢这种吗？发霉的 cheese， 听说发霉的越多越好吃。哦，这边靠海也有海鲜，淡菜4欧元1公斤。这个小蛤蟆、虾子26欧元1公斤。哇，这个螃蟹的卵超多的，321公斤。生蚝15块1公斤，也有10块1公斤的。最便宜的这个小颗的7块。肉类呢，这个应该是兔肉吧，这么小只，还有小鸟。看来法国应该是这几个工业大国里面物价最高的。目前我们去过了意大利啊、德国、奥地利，这些呢物价都没有像法国的那么高。目前这样在市集看起来，法国的物价应该是在工业大国里面最高的。哇，还有这种干香菇哎，跟我们在台湾吃的那种香菇蛮像的。这一间全部都是在卖香菇的。这个蘑菇1公斤最便宜的也要8欧元。也有一些熟食贩卖的，像这个上海春卷啊。Thank you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试吃的，来试试看。感觉像是薯泥的东西。这个在意大利也非常有名，它这样生切的这个烟熏的羊腿，小虾子6只就要5欧元了。那来看一下他们的鱼市场哦，法国人也有吃海胆呢，1公斤的海胆要15欧元。啊，这个看起来就很新鲜的鱼货，都是大概20、30欧元。这种杂鱼就是一起卖的，15欧元1公斤。这个卖剩下的了，打包5欧元全部。买一个这个应该是青鱼，1公斤，这样4条鱼5块，还行。Merci， 还蛮不错的。虽然我们已经在意大利补给完成了，不过在这边还是有发现便宜的鱼货。这边的海胆里面还蛮多肉的，跟我之前在克罗埃西亚自己抓的海胆完全不一样。这应该是马粪海胆，肉好多啊，红色的肉的。法国人也是跟台湾人一样喜欢吃这种生食的。第一次看到欧洲有在卖海胆，蛮新鲜的。这边有一条当地人的老街，东西都算是还蛮平价的。从老城区对面这边走过来呢，首先看到的就是坎城的赌场。相较之下，摩纳哥的赌场规模就非常的大，超多人慕名而来。赌场的旁边这里呢，这里就是电影宫，坎城影展就是在这边发表的，在这个游艇港湾的旁边。整个海域这边都是禁止跳水钓鱼的，包含我们刚刚停车的那一个海滩那边，一样是不能随意钓鱼的。刚刚我在远远的时候看，以为这个是要做给坎城影展的一个舞台，后来走了进来一看，觉得应该不太像啊，它这个看起来都是一些极限运动的东西。后来呢，才看到它的那个招牌，就写的是 Ninja Warrior。原来今年的 Ninja Warrior 是在坎城这边举办，那将会在今晚8点举办这个 Ninja Warrior。那今天带大家导览坎城呢，大概到这边是告一段落了。我觉得漫游在这个城市是还蛮舒服的，可以在这个港口啊吹吹风。然后如果你是夏天来的话，这边是一个非常棒的度假胜地，在这边可以游泳啊，还是潜水。不过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季节还是有点冷，现在是春天，春天的南法一样是蛮冷的，尤其是海水那是冰冷的状态，所以是不太可能可以下去玩水的，顶多在岸边踩踩海浪啊，玩玩沙子这样而已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在这个
美丽的游艇港湾这边做一个结尾咯。